这样的状况一直维系到了庆历4年。儋州的那个孩子终于进了京，老五似乎真的忘记了很多事情，而没有人将自己与太平别院那件事情联系起来，皇帝陛下才渐渐放松了一些，偶尔才会便服出宫。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离开京都，因为在那些漫漫的庆国田野里，谁知道会不会有隐匿在黑暗里的复仇之火在等待着自己呢？大东山一事，皇帝必须离开京都，然而他在第一时间内将范闲召回了儋州，召回了自己的身边，因为只有自己这个儿子在身边，他似乎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说起来，这是怎样悲伤的人生啊！皇帝拥有无垠之国土，亿万之臣民，然而他却看不到，感触不到，他这后半人生似乎拥有了一切，而其实呢，也不过是个被自己囚禁在皇宫里的囚徒罢了。皇帝不怕死，他只怕自己死之前没有看到自己的宏图大业成为真实。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自己的人或事已经不多了，除了那个瞎子和那个箱子。所以当陈萍萍异常冷漠、异常冷酷、冷血地从达州回来以后，皇帝陛下在愤怒之余也感到了一丝凉意。那些蒙着灰尘、持着盾牌的军士就这样隐藏在皇城的角楼中。当陛下微微眯眼，负手看着秋雨法场那条老狗受死时，那些人便一直沉默地等在他的身后。然而那一天，箱子并没有出现。然而今天箱子出现了，并且出现得如此突兀。皇帝陛下有些悲哀地发现自己依旧低估了箱子的恐怖，至少是低估了今天在用箱子的那个人的能力。没有想到那抹死亡的气息竟然能够在角楼的庇护下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轻易地穿破了金刚盾牌，最后无情地射在了自己的身上。洁白的血被皇帝身上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此时角楼上的人们才终于反应了过来，虽然他们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至少知道事情有变。姚太监满脸惊恐地匍匐到皇帝陛下的身边，嗓子沙哑地说不出一句话来，浑身颤抖着，手掌下意识地扒拉着陛下胸腹处的伤口，拨出一些碎开的金属片，拔出了一些血肉，却依然找不到凶器在哪里。皇帝的身体随着急促的呼吸而起伏着，他有些散神的目光看着身旁的姚太监。朕死不了。这几个字，皇帝陛下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然而受此重创，再如何狠厉的话语都显得有些疲弱。皇帝陛下的目光越过姚太监的脸，依旧狠狠地盯着天上降落的雪花，在内心凄厉地嚎叫着：朕受命于天，谁能杀朕？今日朕不死，便是老天不让朕死。摘星楼顶的刺客算到了一切，却终究没有算出皇帝陛下这位大宗师的肉体是多么的强悍。更准确地说，是他没有算到浩然凌视天下的皇帝陛下居然会怕死如斯，居然会在龙袍里的心房上放了一面护心镜。重狙轰出的噬魂线条在穿越了京都天空迢迢的距离，又击穿了那面钢盾，最后虽然没有发生偏移，准确地命中了皇帝陛下的胸膛，然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是将皇帝的胸骨击碎了一大片，却没有从根骨里撕毁一切接触到的血肉，马上彻底地摧毁这位君王的生命。先前在废园，范闲取出胸前的钢板时，皇帝讥讽地训斥他，小手段是做不得大事的。然而谁能想到，皇帝陛下最后还是依靠这种小手段侥幸逃了一命。但凡成大事者，谨慎，再如何极端的谨慎都是必要的。惜命，再如何难堪无趣的惜命都是必要的。从这个方面讲，皇帝与范闲父子二人其实是世间真正极其相似的两个无耻的人。摘星楼，皇帝微散的眼光盯着灰色的苍穹，他知道今天那个用箱子的人肯定不是老五，因为如果来人是老五的话，只怕这时候早就已经杀进了皇宫。他喘息着说着：
全杀了。皇帝陛下骤然遇刺，昏迷不醒，生死不知。这如天雷一般的变故，惊得皇城上下所有的臣子将领都感到了身体发麻，谁也不知道紧接着应该做什么。皇城上下无数人围困着的那些强者依然没有脱困，只要这第二波箭雨再次射出，只怕所有人都要死去，包括依然昏迷不醒的范闲。太医们正从太医院往这边赶过来，宫典已经满脸惨白地赶到了皇帝陛下的身边，取出随身携带的伤药，试图替陛下止血，但效果似乎并不怎么好。而姚太监却依旧牢牢地记得陛下昏迷前最后的交代，他颤着身子绕过角楼，小心翼翼地靠近了禁军副统领的身边，沙着声音宣读了陛下最后全杀的旨意。姚太监在皇宫城墙上缩着身子，看上去异常滑稽，可是他是真的害怕呀，因为他知道陛下是怎样强大的一个存在，然而这样强大的君王居然被一个看不见的刺客重伤至此，他怎能不害怕呢？他甚至担心自己下一刻便会被空气中看不见的线条撕裂成一片血肉。紧接着发生的一幕让姚太监的眼瞳猛地一缩，整个人都趴到了地上，再次证实了自己的恐惧。呼的一声闷响，冷漠站在皇宫城头的禁军副统领正准备挥旗发令，让城上城下的士兵再次挥洒箭雨，然而他的肩膀只是一动，整个脑袋却忽然没了。是的，就像光天化日下的鬼故事一样，禁军副统领的头颅忽然就这样整个炸开了，就像是熟透的西瓜，又像是灌满了水的皮囊，无缘无由的撑破，化作了城墙上的一片血水白酱骨片，漫天撒开。更恐怖的是，禁军副统领的头颅爆掉之后，似乎身体都还不知道头颅已经成了漫天脑浆的事实，右臂依然举了一举，然后才颓然放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断了线的木偶，整个人垮了下来。皇宫城头上响起了一片惊呼惨叫，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就赫然发生在无数官兵面前，怎能让他们不惊惧不害怕呢？所有的人都开始瑟瑟发抖起来，拼命地睁着眼睛，在皇城上，在城下，在同伴的队伍里，甚至在空无一物只有雪花的天空中拼命地搜寻着。他们当然什么也找不到，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副统领大人的头忽然爆了。这些庆国的精锐禁军们哪里会想到刺客远在数里之外，他们在徒劳无功地喊叫着，愤怒地搜寻着。搜寻无果，渐渐化成了恐惧。这种根本看不见的刺客，这种根本无法抵抗的杀戮，怎是凡人所能抗衡？